大雄为什么要成为和平主义者？伊姆谋杀贝加庞克的另一猜想。大家好，我是朱尔本。海贼王单剑岛篇的冒险刚一开始，信息量就越来越大。罗与黑屋子的激战尚未有结果，贝加庞克和龙的关系又浮出水面，到头来连扉页都出现了亲自这样的重磅角色。这些看似分散的剧情线，其实都在引向最后的对决。万万没想到，海贼王中第二场海战来了，这不是在开玩笑。虽然是一个以大海为背景的冒险故事，但海贼王中真正在大海上发生的战斗少之又少，主要还是因为存在能力者无法游泳的设定，这就让能力者们在海上的战斗束手束脚。但与此同时，原族或者擅长游泳的海贼也可以在海战中克制能力者。1064话，尾田就描绘了红星海贼团通过海战牵制黑屋子海贼团的精彩战斗。上一话的分析里，我们还觉得罗的伙伴都是咸鱼，没想到这一话他们下水变成了海底危险的蛟龙。那些因为篇幅关系没有时间刻画的角色也得到了表现机会。下棋能够吸入海水，喷射强大的水盾，背波的听觉可以感知敌人攻击的方向，强巴鲁拥有另类的铁块，可以硬扛对手的伤害。其他伙伴从海底进攻黑团船只也十分生猛。不过话说回来，在这个强者打架动不动就要把天裂开的版本里，红线海贼团的这些招式虽然有趣，但在战力上与黑团还有些差距。上一话把伤搬起来的巴杰斯，本话完全消失，进入了旁观模式。卢 Q 草草丢了矿炸弹，没有继续发动新的疾病，而范奥卡只是给黑屋子打起了辅助，把装备的机会全部让给了提督。所以本话只能说，红星海贼团捍卫了三船长的尊严，但实力差距依然明显，这场战斗依然凶险。罗与黑屋子的船长对决也能看出端倪。自从和基德联手击败比格曼之后，罗的觉醒能力已经越来越熟练。安陆的特点就是制造出一个小圈，强化小圈内的能力。因为黑屋子霸气的存在，罗无法直接将它切开，所以选择切开了壮壮，目的是让蒂奇和毒 Q 两个能力者因为失去坐骑跌落大海淹死。罗的战术很合理，很可惜有范奥卡的瞬移能力在，所以蒂奇瞬间就登陆了岛屿。蒂奇本话用出了真正果实第一个有名字的招式阵列，之前白屋子实在太不讲究，随便一出手就是毁天灭地，名字都懒得取了。从效果来看，阵列就是用震动引发的冲击波，它的威力不仅震动了岛屿，连周围的海域也被波及。最强超人系果实保持了一贯的水准，但想要直接将罗震死也没那么简单。两个人的第一轮交手，罗的觉醒技接连得手，最后逼得蒂奇使用暗暗果实，准备压制罗的果实能力。如果罗真的失去能力，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胜利的天平正在向黑屋子倾斜，尾田没有在本话交代战斗结果，看来是打算再慢慢观致。每次当局势不明朗的时候，都会给赤犬一个吃瓜镜头。上一次还是在和之国，赤犬说到做到，说不派人就不派人，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有个绿牛擅自行动。而这一次，赤犬依然选择了等待战局结果。海贼间的火并，海军本就没有干预的意义，两败俱伤是最佳的结果。一方被另一方消灭，黑吃黑的结果也不亏。作为海军元帅，按兵不动是最合理的选择。只是赤犬心中绝对的正义已经按捺不住，想要给这群人全部安排一顿岩浆烧烤。有意思的是，尾田公布了这场争斗所在的岛屿名称圣泽岛，一方面是呼应了上一话末尾罗和黑屋子的赌局，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这座岛屿肯定有什么强者存在，能够在残酷的新世界活下来的胜者，想必战力不俗。最终这场战斗的走向，我们依然维持上一话分析的观点，需要有第三方势力的介入才能破局。而除了圣泽岛上的人以外，本周扉页留下的线索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杰尔玛无感情海游记第22期，那个男人终于出现了，前海军大将亲自官宣成为黑屋子海贼团的一员。今年7月份海贼王休刊时，编辑曾在 Road to Love Tale 设定集里透露过黑屋子海贼团还有一名10号船船长，现在亲自杀入万国，轻轻松松放倒甜点匠心，将夏洛特布林俘虏。凭借这份功劳，库赞很可能已经正式升级为10号船长。无论从战力还是站位，他获得这个称号都是实至名归。说回剧情，本话也是非常罕见的，扉页故事与正片故事完成了衔接。扉页出现了布林被抓的画面，而正片中布林已经被关在了船舱中。尾田制造了一个错觉，好像扉页故事和正片连起来了，其实他们的时间线是错开的。这一次解码的故事从逃离弹钢岛说起，尼治和永志刚刚被抓，还没有被解剖，解码王国以及岛上的建筑都还有未熄灭的浓烟，说明是在战斗结束没多久。背景中也提到大妈离开蛋糕岛远征，所以这里的时间点很可能就是在蛋糕岛事件结束了1-2天后。这时说不定还没到和之国，更不可能知道几周后大战的结果。所以在1064话中，布林之所以会提到大妈的死讯，应该是听到了报纸里的新闻，他并不知道大妈的真实情况，大妈肯定是没有死的。比较奇怪的是，布林被抓既然发生在大妈远征期间，那么和之国的比格曼海贼团为什么没有收到消息，也没有任何反应呢？尾田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扉页中给出原因。虽然克里加被亲自冻结，但是欧文的热热果实可以轻松破解，加上卡拉库利这3名强大战力，在发现布林被抓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不过别忘了，这是杰尔玛的扉页故事，杰尔玛军团的动向才是重点。这里出现了好几个细节。一开始欧文准备带走尼治和永志的时候，布林非常反常的上去打了2人一拳，尾田还特地给了欧文一个一脸懵逼的特写。但是布林这个动作非常奇怪，他是记忆果实能力者，那一拳当中会不会包含某种记忆呢？布林也许有什么想要告诉杰尔玛。这次扉页连载的主题是杰尔玛无感情海游记，既然强调了无感情，
那么最后反倒有可能演变成有感情的故事走向。毕竟从故事一开始，冷血的解码就可以为了拯救兄弟再次深入险境，这其实已经是有感情的开始了。布林作为山治的妻子，名义上已经是家人之一，更何况他最后选择了帮助山治，和其他解码也算是战友了。本话扉页里，布林手中一个细节也非常让人在意，他似乎从手中丢下了类似纸屑的东西。海贼王中有意义的纸莫过于神奇的生命卡，布林会不会是将自己的生命卡悄悄藏在了黑屋子船只的角落呢？当时巴杰斯就是用类似的手段，将黑屋子海贼团引导到革命军本部一锅端了。这次轮到布林了，以比格曼海贼团世界第一的情报力，很快就能追踪到布林的位置。毕竟女王妈妈圣歌号不久前还在和之国，那么最后比格曼海贼团和解码军团会不会为了救回布林，加入到圣德岛的这场混战中呢？藏了10几年的伏笔，刚刚登场了几个分身的贝加庞克，马上就要死了。本话最让人惊讶的，即是最后龙与贝加庞克的对话。考虑到每次休刊前尾田都要搞点大的，这次依然有烟雾弹的嫌疑。从龙与贝加庞克谈话的语气和内容来看，他们的关系像是老朋友。现在再回过头来看1062话，1号对草帽一伙的善意，以及让2号将他们带回弹剑道，似乎有了另一个原因。海贼的世界不只有打打杀杀，还讲人情世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贝加庞克与革命军之间有着某种渊源，而这很可能关系到大雄的真相。这点我们在下一个话题再来分析。在这通电话里，贝加庞克1号说自己也许很快就要死了，并称是身为天才的自觉。其实无论是1号施加、2号莉莉丝，还是5号阿特拉斯，这些分身们都是高科技加持的生命体，他们的寿命应该远超普通人类。能让1号如此感慨的，一定是非正常死亡。所以这个死亡预告很可能是在呼应正在前来的杀手们罗布路奇和假面杀手小队。贝加庞克与露露西亚王国的事件关联性越来越强。在那一话的分析里，我们曾经推测尼姆所操控的面世武器并不是古代兵器天王，而是另外一种强大的力量，并且使用了贝加庞克的技术。而在本话中，随着娜美等人来到弹剑岛，这座岛屿也展现出了更多贝加庞克的技术，其中就有好几种技术都能与那股毁灭了露露西亚的力量关联起来。于是另一个有趣的假设逐渐浮出水面，贝加庞克的技术也许才是那个兵器的主导。首先是藏在云层中的巨大物体。海贼王中虽然4个人都可以飞在天上，但大部分情况下都只能算是滞空，并不是真正的飞行能力。比如凯多青龙形态，只是因为能抓住云朵才可以在空中漫步。而像金狮子的飘飘果实、藤武的重力果实以及绿牛的生生果实，虽然看起来也是飞行的效果，但其实它们更像浮空。按照尾田的设定，海贼王中飞行能力只有5种，包括了各种鸟类能力、昆虫能力以及古代的翼龙等等。而在1064话中，贝加庞克用另一种技术也实现了飞行。巨大机器人 Vega Force 1号凭借背后2个喷射器能够获得强大的动力，并靠着反重力装置在空中悬停。弹剑岛的实验室层外围有一圈星环，也是摆脱了重力的束缚，能够持续的漂浮在弹壳周围。这些都是贝加庞克对重力控制的成果。重力这个关键词一出现，就和藤武关联起来了。还记得在漫画905话世界会议期间，藤武与绿牛见面，透露出他刚刚从贝加庞克那里赶到圣地。藤武因为德雷斯罗萨事件被赤犬禁止进入任何海军基地，但他去了弹剑岛。身为海军大将，藤武一直致力于废除玩下七武海制度，而他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贝加庞克身上。一旦贝加庞克开发出了足够强大的力量，七武海就没有价值了。无论是藤武与贝加庞克两人频繁的联系，还是共同的目标，尾田都在暗示着他们间的特殊关系。贝加庞克既然能够复制出还原的激光，那么也很可能复制出藤武的重力，来制造出神奇的反重力装置。那么，如果世界政府看中了这项技术，会不会让贝加庞克开发出一个大型反重力装置，用来协助从空中发射攻击呢？也就是在露露西亚王国上空那个巨大黑影使用的技术之一。再来看波林从废料场中找到的关键，启动时剑柄处会伸出2个圆环状的装置，然后瞬间产生无数光粒组成一柄关剑。对比还原的天丛云剑，它们有着相似的剑刃边缘，同时也不断散发着和山山果实一样的粒子。这把剑很可能是模仿还原能力的产物，因为存在某些问题，所以被贝加庞克丢弃了。这也暗示着贝加庞克在成功复制还原的能力后，并没有只用在建造和平主义者上，而是还开发了其他的武器。联系一下那股毁灭了露露西亚的力量，但是从空中降下的正是如同激光一样的16发冲击波，它的爆炸效果与顶上战争中被马尔科挡下的8尺全勾玉非常接近。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毁灭了露露西亚的那股力量是一种强化版的激光炮呢？经过贝加庞克的改造，它的威力更加惊人，但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最后来看支撑起弹剑岛研究4层的人造云，利伊斯所说的原理与240话派格亚介绍的海云和岛云完全一致。这种神奇的云朵离不开磷结合，而磷结合其实就是海楼石中含有的盐结晶。贝加庞克对海楼石有着非常多研究，那么破解昆岛云层的制造奥秘也就不在话下了。在去年那期分析天王的视频里，我们曾聊到海楼石与气候的关联，但是娜美去过的小昆岛维萨利亚上面的天气田能够种出神秘的天气球，经过控制后可以用来改变局部气候。要说昆岛土壤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其中蕴含的海楼石结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台吐着云朵的机器，很可能就是以海楼石为原料，配合着岛屿空调对水分的控制，最后形成了大片的海云和岛云。
既然技术已经成熟，那么贝加庞克有没有可能再造出一座小空岛呢？维萨利亚一直处于飞行状态，方向和速度完全由自然界的风来决定。然而贝加庞克拥有推进器和反重力装置，可以给人造空岛提供飞行动力，使它的移动方向可以被控制。这样空岛就可以像一艘宇宙飞船，飞行在各片海域。而当时人们在路路西亚王国上空就看到了一团乌云，其中藏着某种巨大的物体。我们曾经认为它是某种巨大生物，但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性，那上面是一座空岛。也就是说，当时人们看到的黑影是一座由贝加庞克技术建造而成的空中要塞。它以空岛为基础，配备了强大的反重力装置以及最强劲的激光武器，被用来执行伊姆和乌老星的灭灯指示。当时藤虎和绿牛交谈时，曾提到贝加庞克做出了相当不得了的东西。联系前后剧情，很容易会认为它指的是海军的 SSG 以及赤天使系列。然而在后来的弹间岛中 ，SSG 符号无处不在，似乎是指代所有贝加庞克的发明物。而赤天使作为和平主义者的升级版，它的开发过程，身为大家的绿牛不可能完全不知情。藤虎需要在绿牛面前特意强调吗？也许这里藤虎想说的并不是人间兵器，而是那个能够毁灭岛屿的终极杀器。那么分析到这里，我们和1060实话时相比，又多了一种可能性。贝加庞克并不只是提供辅助技术，而是主导开发了这个武器，也就意味着伊姆当时并没有使用天龙人的国宝，他的力量依然是个未知数。而贝加庞克制造出来的武器，也许是模仿伊姆力量的创意，用科技重现了38年前将神之谷毁灭的力量。在路路西亚的实验成功之后，伊姆和老星觉得贝加庞克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同时又可能泄露这股力量的秘密。为了防止他将这种技术用来对付世界政府，于是决定将他本人抹杀，并占有弹间岛的所有技术。而贝加庞克本人也深知自己触碰到了世界政府的核心，卢老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死期将近。那么巨大生物和空中要塞，你更喜欢哪种可能性呢？巴索罗缪大雄究竟是温柔的伙伴，还是残暴的国王？隐藏在和平主义者计划背后的秘密终于开始揭露。1064话巨大的信息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圣平与波尼的对话。圣平以他了解的情报，首先带我们回顾了大雄目前为止的故事。作为原索尔贝王国的国王，大雄因为残暴统治而被民众赶走，出海成为了海贼。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成为了革命军，而后被海军逮捕，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贝加庞克看中了大雄的潜力，而大雄为了重获自由，最终以身体改造和克隆体开发为条件，成为了七武海，然后重新回到了大海。以上这些都是以圣平角度看待的大雄，应该也是海贼王世界中世人对大雄的普遍看法。但是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很多漏洞。革命军为什么会接受一名暴君加入呢？大雄沦为阶下囚，他又有什么资格和世界政府谈条件？要知道镜可是被直接绑上了实验台，所以这里尾田用圣平情报中的疑点引出了后面波尼的反驳，真相也就藏在这些矛盾当中。波尼第一个反驳的是暴君，索尔贝王国的传言另有隐情。上一个被误会的国王还是德雷斯罗萨的利库王，因为被明哥的阴谋算计，失去了国民的信任，最后丢掉了王位。而暴君的名号在路路西亚王国也出现过，国王会把拒绝缴纳天上金的人杀掉，人们因此饱受压迫。参考这两个国家的经历，大雄身上会不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神秘的索尔贝王国说起。目前漫画中并没有正式出现过这个国家，但是在世界会议期间，波尼武装成了索尔贝王国的王太后科尼，可以在圣地自由走动，这就说明了索尔贝王国依然是世界政府的加盟国之一，而成为加盟国的必要条件就是每年向天龙人缴纳天上金，换取世界政府的特权保护。索尔贝王国显然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义务，他甚至还拥有参加世界会议的资格。参考后来的路路西亚王国，尽管残暴的国王拼命压榨民众，但因为有世界政府的保护，没有人可以动摇国王的统治。那么同样是老老实实缴纳天上金的索尔贝王国，怎么暴君大雄就被民众赶走了呢？他为什么不寻求世界政府的庇护？只有一种解释，索尔贝王国并不是一直服从世界政府，在大雄在位时很可能曾经反抗了世界政府。反抗天龙人的剥削是一种正义，但世界政府也会扭曲这种正义，因此大雄的暴君污名很可能是捏造的。再看波尼的第二个反驳，大雄究竟是不是自愿和世界政府合作？世人都认为大雄是为了重获自由才答应配合研究，这是一种自愿行为。波尼却质疑人体改造等同于宣告死刑，不是正常人会做出的选择，因此大雄是被迫的。哪一种说法更可信呢？其实大雄被捕后并没有太多的选择。如果我们上面的假设成立，大雄曾经带领索尔贝王国反抗世界政府，那么他在天龙人眼中就是一个威胁。再考虑到他革命军的身份，所以被捕后只有死路一条。作为一名强者，明知道如果自己帮助天龙人，他们就能研究出更强的武器来奴役更多的人，相信大雄也不会为了苟活而屈服。但从结果来看，大雄还是接受了改造，并且没有表现出对改造的抗拒，甚至还夸了一下贝加庞克的技术高明，顺便踩了一下弗兰奇的技术。也就是说，大雄至少接受了改造的结果，并不像波尼说的是完全被强迫的。既然圣平和波尼说的故事都有疑点，也就有了第三种可能，大雄接受改造有别的目的。1062话时，波尼曾说自己小时候来过弹间岛，但是这里还只是个普通的研究所，有个小女孩怎么可能独自来到这个地方？只有可能是大雄在游历世界时带上了波尼，然后在弹间岛认识了贝加庞克。也就是说，早在贝加庞克被世界政府雇佣前，大雄与他就已经成为了密友。
外加上本话龙与贝加庞克的朋友关系，这3人很可能在早年就结识了。但是顶上战争结束后，龙与伊万科夫的通话里就聊到了大雄，并准备告诉对方熊身上发生的事。一个革命军的干部自愿被改造成了人间兵器，而对昔日的战友发动攻击，种种背叛行为，龙却十分淡定。在面对伊万科夫的疑问时，他似乎在思考什么。这种反应说明了龙明白这一切行为背后的原因。大雄为了某个重要的理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大雄被完全改造了2年后，革命军也一直没有放弃营救大雄。直到胜利事件发生，萨博和军队长们冒着巨大风险，终于将失去意识的他带回了革命军的大本营。现在回过头来看，大雄接受改造最大的意义即是促使和平主义者诞生。大雄厌恶世界政府，贝加庞克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还是一起制造出了和平主义者。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人间兵器到底是效忠谁的呢？分析到这里，让我们把所有线索都整合一下，猜想大雄的真相。索尔贝王国曾经是一个混乱的国度，大雄的童年过着艰苦的生活，但依然向往着美好的未来。长大后，凭借咒术果实的神奇力量，大雄游历了许多国家，见到了天龙人对这个世界犯下的罪行。当索尔贝王国因为天上金的重负，动荡不安，陷入崩溃时，大雄赶走了前代国王，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并试图反抗天龙人的剥削。世界政府决定杀鸡儆猴，以图谋令毁灭整个国家为要挟，逼迫大雄承认自己是一名暴君，名正言顺地将他赶出索尔贝王国。最终，大雄决定牺牲自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和王国。随后，索尔贝王室选出了新的国王，并继续缴纳天上金。大雄离开索尔贝王国后，成为了一名海贼，并暗中加入了革命军，继续为自由而战。大雄被捕后，龙的计划开始。贝加庞克用和平主义者计划打动了世界政府，将大雄从监狱中救了出来，然后开始以熊为模板制造克隆士兵。大雄极为特殊的硬度与从大将身上复制出来的恶魔果实能力组合，成为了强大的人间兵器。他们会按照指令歼灭敌人，而熊本人在完全接受改造后失去了全部意识，这些意识被贝加庞克的分身技术复制到了和平主义者身上。大雄本体的意识现在处于沉睡状态，当时机到来时，贝加庞克会将它重新激活，届时大雄将会成为所有和平主义者的主人，并用这股强大的力量成为真正的大海守护者，给世界带来长久的和平。现在再来看1064话末尾，贝加庞克对龙说的那句话，他在临死之前想要告诉龙的，会不会就是唤醒大雄的方法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64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我是朱亚本，下期见。